我得的又不是肺癌。现在抽烟都明目张胆了，再有3天就手术了，咱还是小心点儿。秀雅去脱口秀比赛了。脱口秀比赛到底什么样呢？我也不知道。这个脱口秀是有多大的魅力，能让秀雅不顾一切？我想去看看脱口秀比赛。是我输钱，那就别瞎折腾了啊！回去休息吧。医生都不能打保票，我万一下不了手术台，别瞎说，没事儿啊。吉人自有天相。我也想看看女儿在台上是什么样的。就是说，通过拍打你的经络可以快速减肥，去了就是一顿打。还在那承诺啊，说保证所有的用户绝对满意，100%满意。我心想，当然满意了，谁敢不满意？不满意就再送你一个疗程，打到你满意为止。满意吗？啊，是不是很满意呀？啊，你说你是不是瘦了啊？是不是想发朋友圈分享啊？好，谢谢大家，我失望。谢谢 Rock 带来的精彩的脱口秀啊！那朋友们啊，要不要为 Rock 投票？要不要给他加油？要不要让他当冠军？接下来，如果您喜欢这位选手的表演，请您用手中的投票器来为他投票。3、2、1，锁票。投票时间结束，接下来将要登场的这位选手，哎呀，他原来的身份啊是一个大厂的白领，现在专职成为了一位脱口秀演员。人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地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我真的很想跟他聊一聊，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让我们欢迎吴秀雅。大家好，我叫吴秀雅。我现在呢在专职讲脱口秀。
脱口秀让我拥有了很多东西，比如前公司、前同事、前男友。换句话说，就是我现在一无所有。还有好多人好奇啊，问我为什么好好的工作不做，我要去讲脱口秀。你们为什么不想想？我都去讲脱口秀了，那工作能是好好的吗？这么说吧，但凡工作有点起色，谁也不会干这个呀。但是脱口秀的好处呢，就是让我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自从进入了脱口秀圈子，我就认识到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不同年龄段的失败者。有40多岁赔钱开酒吧的，还有30多岁开着房车过日子的，还说自己开着房车想睡哪儿就睡哪儿，这叫自由。然后来了个保安敲玻璃，这儿不能停，对不起啊，师傅，不好意思，我马上走。你说你放荡不羁爱自由，停车场收费你马上走。还有20多岁的大学生学水产养殖的，你们听听这个专业，水产养殖，一听就知道这孩子输在了高考的起跑线上。我不认识他我都不知道，水产养殖在大学里学啊，我还以为在大海里学呢。我一开始呢跟这些脱口秀演员不一样，我有正经工作，我在一家大厂的内宣部工作。内宣部工作主要分为2步，第一步给领导写发言稿子，第2步把领导的发言打成字发在公众号上。简单来讲呢，就是领导是我和群众沟通的桥梁。你们现在知道我的重要性了吧？有时候我甚至会想啊，如果我直接把领导的稿子打成字发出去，那我们公司甚至不需要领导了。我们公司的同事也非常的信任我，会把很多重要的工作都交给我去做，然后他们去吃火锅。把工作交给我的同事呢，怕我多想，还会安慰我：秀雅，工作上的事儿我只信得过你，我跟他们只是玩玩。工作能力强就是当代职场女性的贞节牌坊，一旦被扣上，就永远都摘不下来了。我不想只被人信任，我也想被人玩玩。我朋友跟我说我这是讨好型人格，我说我不是。他说你怎么不是呢？我说我是。其实他不知道，我真的不是讨好型人格，我就是怕他生气，我才说我是的。后来呢，我偶然讲了一场脱口秀，说了很多我平时都不敢说的话。我发现在舞台上的我才是真正的我。虽然脱口秀赚不了什么钱，但是呢，你不用听别人的呀，听自己的就可以，想干嘛干嘛，想躺就躺，想做就做，想吃就侧躺，平躺容易饿。总而言之，我现在呢再也不用讨好那7、8个领导和同事了，我现在只需要讨好这100多位观众就可以了。谢谢大家，我是秀雅。你怎么了？啊？没怎么，我就是想起秀雅。这孩子演的还不错。这店里呢，就给我拿出一盒挺贵的药，说是特效药，见效快。我一看这药的价格吧，其实我也没那么着急。当时大夫跟我说，什么剩菜、火锅、海鲜，这是几种最容易长高尿酸、诱发痛风的食物，你不能再吃了。我都听崩溃。前天晚上刚拿剩了的火锅底料煮的海鲜，那都不是一锅高尿酸的食物，就是一锅麻辣口味的尿酸。你好有气质哦！哎呦，你的皮肤好细哦！哎呦，那身材太棒了！假的，全都是假的。我爸跟我说，儿子，
就选这个吧。这个专业你要是学好，以后一定有你一口饭吃。是她真正的男朋友，跟她分手。当然你们也不用替我难过啊。当然你们也没有替我难过的，我发现了。然后别人全都骂完了，我在旁边骂得断断续续的。然后他们打我也是断断续续的。我妈甚至都没看到瓶子上的广告词，香气是女人自信的外衣。我感觉这屏幕日就在朝我招手，说来吧，一起做女人。每次演出结束基本上要半夜了，写到半路，还老是没电。能帮我插个队吗？我认识你们科的赵主任，看他那个自信的样子，我们主任都不自信了。这个站在台上说脱口秀呢，还能实现我站着挣钱的伟大理想。至少我是站着挣钱的。谢谢大家，我是大勇。恭喜二位晋级，来庆祝咱俩淘汰。哎，我呀就是棒。玉米给我一个。耶，耶。给他自己拿，都好了。好嘞。你们放心吧，手术很成功，日后好好调理。好嘞，好嘞，谢谢王主任。谢谢。小雅，你妈醒了。感觉怎么样啊？你们知道吗？求婚是唯一一件下跪就能办成的事儿了。你在庙里拜佛都没这么灵验。我觉得当众求婚就是一种道德绑架，这种绑架就应该用在实际的地方，比如老板身上。这酒店管自己那个房型叫海景房，真的有点昧良心。就是我去到那个房间之后，一打开门，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海呢？然后我就看阳台外面一片工地，我都心想，我说这不会连夜给我填上了吧？我那天去吃饭，我们旁边桌坐了4个女生，一个穿着斑马纹，一个穿着奶牛纹，一个穿着虎纹的吊带，一个穿着豹纹的长裙。我说这是你们动物园搞团建吗？你们是，还是你们今天的 dress code 就是 animal 啊？我是混的不行啊，就赶紧回来吧。啊，你现在还不到35岁，还有机会。它是已经属于我的消息了，对吗？手机也是我的，对吧？他凭什么从我手机里拿走已经属于我的东西？后边端着枪就看他们这么演啊，这我都想给村长来一枪。这个打呼噜它是有波峰和波谷的，你能理解？对，别的寝室都是，我们寝室。工作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好好工作。你知道，就是电脑屏幕有这么大，但是那个小屏幕上在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是吧？绿色也会找你。走，游街去。游街，你看。这种
哎，对你最近看没看那个脱口秀大赛？哎，吴秀雅啊，我同事，我俩关系特铁。哎，你怎么能背着我在外面说脱口秀呢？说的好像脱口秀是小三儿一样。为啥必须18岁以后才能喝酒？以后喝多了不用麻烦别人，自己开车就能把自己送回去。有一种活啊，绝对不能交，就是这个喝完酒还要开车的，最要命，那还是个代驾。面对生活，你该低头得低头，然后你趁生活不注意的时候，你再把头抬起来不行吗？趁他不注意，你再抬起来，再低头再抬起来，再低头再抬起来。我们程序员内部呢是有比较严格的等级划分的，讨论键盘的啊，讨论语言的，讨论技术趋势的，有女朋友的，女朋友是程序员的。从此以后，我女朋友变成了植物，啥也不吃，就靠光合作用。对了，阿姨什么时候出院啊？大夫说下周1他要做一个检查，如果没问题的话，下周2就可以出院了。刚好我要租的公寓也找到了，我明后天就搬走了啊。需要帮忙吗？不用，我让小东和石野帮我。哦。哎呀，我要让石野来这儿，没事吧？没问题啊，我下礼拜还得跟他比赛呢。正好，那你就在比赛上把他赢了，好好报仇。我俩就是和平分手，没什么可报仇的。不过以前都是他有各种门路找来演出的机会，现在棒喝也没有了，你也肯定不能再跟着他一块到处演出了。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他能找到演出机会，我就不能啊。那你怎么办呀？你接下来是还要继续在这儿找工作吗？是啊，我爸知道我不想再回美国了，拿我没辙。他呢也不想我再继续打工，说怕我又找了些什么不靠谱的工作。但他答应我给我一笔钱，让我干脆留在这儿好好创业。那不是更不靠谱吗？我还在琢磨干点什么呢。开公司吧，主要是不知道做什么业务。我爸想让我做外贸，这样呢还能跟他的公司对口，他还能帮我。可是我不想啊，那样就又落到他手里了。说实话，我还是喜欢自由一点的，哪怕是在棒喝当服务员的日子。哎，小兰，你能借我点钱吗？可以啊。多少？40万。你要借那么多钱干嘛？我想把棒喝盘下来。啊？我突然意识到啊，大勇哥没有把棒喝经营好，不代表棒喝就需要倒闭啊。如果我把棒喝盘下来的话，这样我既有了工作，大家又可以一起在那儿说脱口秀，一箭双雕，一举两得呀。太好了呀！你这个办法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呢？是不是？是啊。我先借你20万，另外20万算我入股，咱们一起把棒喝盘下来，一起当老板，好好的琢磨琢磨，肯定能把一个酒吧给经营好的。没错，我们就是2个老板娘。我有房东的电话，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好。喂，胡先生啊，我是棒喝的小兰。是这样，我呢融到钱了，我想跟您谈谈续租棒喝的事情。啊？已经有人在谈了？不是，那个胡先生啊，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是不是？那以前租您的房子，那我们都是合作的挺愉快的。我跟你说啊，做生意这种事情肯定是认熟不认生，对不对？是，我知道您跟对方已经谈的差不多了，但那你要说先来后到，那肯定也是咱们优先呀。对方跟你谈多少价钱啊？我们可以再加1成。
哎，胡先生，是我。我是觉得咱们既然已经决定的事儿，就别随意变卦了吧。是，我肯定要考虑您的利益。啊，对，是您的房子，您可以随意决定。那这样吧，我在他们的基础上再加5%，您看行吗？那我就再提高5%。我每个月再多加1000块钱。我一次交1年的。我每次租3年，每年租金递增。到底谁啊？这么讨厌！胡先生，咱们见面聊吧。咱们见面聊吧。租金方面的问题，咱们已经聊过很多次了。今天约您呢，就是想让您当面看看我，对我有个信任。我呢是在这个众和集团工作，众和对大集团，担任的呢是总监级别的职务，收入是非常稳定且可观的。所以您完全不用担心这个现金流的问题。说了这么多，其实我内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呢。你说你工作这么好，为什么非要选择接手这么一个不稳定的生意呢？万一做得不好，你那些积蓄可能很快都会赔进去啊！我喜欢开酒吧，不可能。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呢，我也算见了不少。你不像是这种人。你看，兄弟啊，你呢要不跟我说心里话呢，对你的诚意我就无从判断。你万一中途要是后悔了，我是不是还得去找下家呀？所以你看，我因为一个女孩，你花这么大的本儿追姑娘啊？不是，我们俩已经分手了。啊？我以前啊是个自以为是的人，总觉得我给的幸福就是他想要的。后来他搞清楚了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就离开我了。一开始我挺生气的，但是我看到他真正快乐的样子，我理解他。然后神奇的是，当我真正的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也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现在我还想变得更好。这跟我这酒吧有什么关系吗？哦，他就是在这个蚌鹤酒吧觉悟的，我也想觉悟觉悟。哦，那他是喝哪个酒觉悟的呀？啤酒吧。他说他已经到了，在哪儿呢？我给他打个电话吧。行。哎，喂，胡大哥，我们到了，您在哪儿呢？哎，我一直在啊，对，我走了。什么？你们到楼下了？哦，好，行，哎，马上啊，不好意思啊，因为我这个时间呢，今天实在是太紧了，所以把另一家也要租我房子的那人啊，也约到这里来了。不过你放心啊，你刚才说的价位，包括你的诚意，我已经很了解了。现在也就剩你们2家了，我去跟他们谈一谈啊。你稍微坐一下啊，适配一下。哎呀，胡大哥，咱们都这么熟了，那知根知底的，对不对？别人再怎么靠谱，也肯定没有我们靠谱呀。适合开酒吧的地方那么多，你说你们为什么非得租到我这儿啊？因为这是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脱口秀根据地，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终于让一些观众知道了我们，知道了蚌鹤，他们愿意每周花一点时间来蚌鹤小酌一杯，听听脱口秀，让自己放松下来。这些人虽然不是很多，但是非常珍贵的。如果我们突然换了地方，他们很可能就找不到我们了。那蚌鹤脱口秀刚刚燃起来的小火苗，可能就要灭掉了。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地方租下来，让蚌鹤继续。你说的真挺动人的，不过刚才那个人呢，给我说了一个更动人的理由。我每个月再给你加1000。抱歉啊，我还是决定把我这里租给另外一家，毕竟我跟他们更加熟悉，也很信任他们。啊，今天这个算我的，不用跟我客气啊。他们是比我的报价高是吧？
哎呀，没事，这还算我的，我去找他们聊。啊，哎，不是兄弟，哎，不是，哎，不是兄弟，哎，你别，哎，你别着急嘛，我们俩配合的真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厉害。哎，走那么快干什么？不是你跑那么快干嘛呀？哎，兄弟啊，哎，我跟你说啊，人俩女孩你这样吓着人，哎呀，哇，原来是你在跟我们抢啊！啊，不是你们认识啊？嗨，那要不我们先商量商量？啊，那行，那你们聊吧，我先上去聊聊啊。不是，正好你凑什么热闹啊？哎，注意措辞啊！我这是投资，什么叫凑热闹？你投资，你广阔天地随便投，你跟我们抢什么棒喝？就是啊，我也没想到竞争对手会是你们啊。那既然这样，我有个提议啊，要不然咱们仨一块投资邦赫，咱们仨都做邦赫的股东。也不是不行哈，但是你俩之前这前世还能合作吗？我没问题啊，我也没问题啊，而且我觉得合作是个好办法。郑浩的生意头脑我是很信任的。行，那就这么着了。哎呀，但是这价钱被我们抬上去了，咋弄？好不划算啊！没事，我有办法。不是，这刚才都商量好的事儿，你们现在不会都反悔了吧？怎么会反悔呢？当然了，做生意讲究个审时度势，我们当然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的调整报价。现在的情况您心里比谁都清楚。对，说实话，您这个地段呢，也不是什么热门的地段，那离商业区、白领办公室这些高消费人群的聚集地啊，都比较远。那无论做什么生意，引流的难度都比较大。如果我们两家都撤了，那您就只能等下一家，至少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吧。如果您这个房子2个月都还没租出去，那我们之前提高的所谓那2成多也就都算没有了。2个月还好，您想想，要是半年都没租出去，您损失就大了。当然，我们也不会不讲道理耍无赖，就还是按之前跟您说好的，多加1成的租金，半年一缴。您觉得怎么样？哼，我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反正我肯定说不过你们仨。那行吧，那要么就按照你们说的，今天签了吧。那要不我给您说一段脱口秀，让您开心一下啊？哦，占了我便宜还打算吐槽我呀？哼，算了吧。那怎么着？那签呢？签。这个地方以后就是我们的了。哎，关于蚌壳的经营，我做了一份商业计划书，一会儿咱们一块看看，讨论讨论。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人家，我看这个计划，我觉得你搞错了我们的重点，就是我们这个酒吧它不光是一个酒吧，告诉大家说我们是一个脱口秀的一个酒吧，就是大家来这儿是听演出的。对。OK， 那我们就不要叫蚌壳酒吧了，我们叫蚌壳脱口秀俱乐部就好了嘛。酒也得好看，好，对，好看这方面来他来解题。到这里，3、2、1。妈一会儿想吃什么呀？挑战我的手艺，啊？怎么样？哦，怎么了？齁甜。可能吧。那个坏了，我把糖当成盐了。哎呦，来，我重做。要不然叫外卖了。师爷。师爷。哎，
叔叔阿姨，哎，我们找你有点事儿。什么事儿？想借你这房车用几天。行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脱口秀大赛的半决赛。说实话啊，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我们这个比赛还能办到半决赛。正常来说，赞助商应该在看完第2轮之后就撤资了啊。所以要特别感谢大家啊，是因为大家在现场演得好，所以说呢，让那些看手机看节目的人就以为我们的这些选手讲的都真的很好笑。所以不管我们这个比赛还有没有决赛，我诚挚的邀请大家参加我们的组委会举办的下一个节目，叫《我就是演员》啊！你们全都直接进入了决赛圈啊！期待你们更加精彩的表演。半决赛的选手分为2组捉对厮杀，一组是吴秀雅对阵石野，一组是王静对战庞博。让我们首先有请第1组登场的第1位选手石野，欢迎他。大家好，我是石野。最近我发现啊，这个人与人交流啊，其实不是听内容，听的是情绪。雪雅，比如你就在这候需要认可，下一个就到你了。无论他说什么，你就回一句：“你这么说完全没毛病啊。”如果听到他在抱怨，无论他说什么，你就跟他说：“对呀，这人怎么能这样呢？”如果他表现得很伤心，你就跟他说呢：“你这个人就是太重感情了。”朋友们，学会这3句话，走遍天下都不怕。哪怕你女朋友跟你分手了，就比如我女朋友和我分手了，说石野我们分手吧，我就跟她说，你这么说完全没毛病啊。我说你这么说完全没毛病啊。我就是他刚刚说的这个女的，我来说说这事儿吧，你下去坐会儿。我们分手吧。你说的完全没毛病。不是，我突然觉得啊，已经是前女友，再这么吐槽人家有点不合适。而且站在他的角度，我这人呢一定也挺不堪的。我以前啊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因为呢我总在跟女孩交往前先告诉对方，我是一个不婚主义。如果你同意了，我们再交往。我这么提啊，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我想要一个纯粹的恋爱。我希望我们呢都能跟着内心走，这个情感不被情感以外的东西绑架。但是最近我才意识到啊，就如果站在对方的角度，我的不婚主义恰恰破坏了纯粹。你说你们俩都肯定不结婚了，这2个人能走到何方呢？这就好比啊，这恋爱的一开始就有一颗定时炸弹在滴答滴答的响，在定时炸弹下面还能纯粹谈恋爱，那是电影。我终于发现，我要的纯粹，其实摒弃的是这个真实的世界。这背后是我的懦弱，我害怕人生中真实存在的困难、矛盾、复杂的人性。我其实刚刚意识到这些的时候，我很沮丧，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不拘泥世俗、勇敢追求自由纯粹的人，却发现到头来我自己就是我自己那个最大的障碍。我沮丧了好多天，我这些天呢一直在回想我这个前女友，我看着她从小时候的率性大胆变成了一个试图讨好所有人的姑娘，再到她勇敢地找回自我的全过程。我明白了，勇气不是你有了就能一劳永逸的东西，它是消耗品，需要你不断地重新鼓足。生活就是这么可怕，即便是那些富有的人、强大的人，那些平静的人、洒脱的人，那些意志力坚强的人，他们也都会不断地冒出大大小小的恐惧。所谓勇敢的人，就是能不断地鼓起勇气与自己的怯懦斗争的人。
人生就是不断的消耗勇气，然后再鼓起勇气的过程。像罗曼·罗兰所说的，唯一的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谢谢大家，我是师爷。真的是各有所长啊！这个几位的腿还都特别长啊。他们确实都是非常优秀的脱口秀演员，但是晋级总决赛的名额只有2个。那么究竟是哪2个人能够晋级到首届全国脱口秀大赛的总决赛呢？请看大屏幕。恭喜恭喜！恭喜吴秀雅，恭喜庞博成功晋级。同时，我们要谢谢王进师爷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表演，谢谢。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总决赛，谢谢各位观众，请大家有序退出，谢谢。祝贺你。谢谢。如果你说原来的段子，现在可能就是我在对你说恭喜。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勇气不是你有了就一劳永逸的东西，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那一段是即兴吧？没有梗，你知道会不好笑，那你为什么还要说？谁说脱口秀一定要搞笑了？还记得我们一开始为什么喜欢脱口秀吗？难道只是因为它搞笑？是因为在脱口秀的段子里，总会藏着一些关于我们心底的话。刚刚在台上，我突然心底有话想要说。你刚才说的话，在我心里，这个比赛你已经赢过我。其实我这段时间对自己挺失望的，我以为自己会比之前坚强很多，其实是自己高估了自己。就算有了脱口秀，遇到糟心事儿，我还是一样会崩溃，一样会过不去。我之前总告诉自己，生活中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其实都是财富，都是素材，只要把它变成段子，哈哈一笑就全都过去了。可惜我还是做不到。脱口秀不是解药。是。你说的话点醒了我，谢谢你。你别谢我呀，谢谢阿姨。啊？前一阵子你妈找我聊天来了。她跟你聊什么？不会又想要你跟我复合了吧？你可太低估阿姨了。阿姨呢，想借我的房车用。她管你借房车干嘛？她和你爸开着房车一起去全国旅行。可她刚做完手术啊。是啊，她说在哪儿养不是养，房车上的床难道就不是床了吗？他们开着房车去风景秀丽的地方，看美景，呼吸新鲜空气，每天都是新的见闻，说不定啊，对身体更好。阿姨还说，这是她儿时的梦想。那时候我最不想过的，就是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我要打破那种条条框框，所以我不顾父母的反对，嫁给了秀雅的父亲。
但是到头来，我为什么还要埋怨他到处搬来搬去呢？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吗？我被什么框住了呢？我的丈夫，我的女儿，或是我的父母？生了这场病以后，我才知道，是我自己框住了我自己。我得了癌症，就不能笑了吗？就不能到处旅行了吗？只要我想要的生活，我随时都可以去争取。其实，我也不想过那种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生活，不想被条条框框限制。所以我不上班，不婚。但是后来我发现呢，我不知不觉中被另外一个圈子限制。真正随性自由的生活，是不会对任何一种可能性说不的。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想说的是，我后悔跟你分手。其实你跟我提分手这件事儿，给我带来了很多思考，就是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感情，什么样的生活，我还没想明白。所以我想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和空间去寻找。以后的事儿，以后自然就会明白。走吧。哎，谢谢。没事儿，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聊棒喝的事儿。我跟秀雅和小兰把棒喝排起来了，我们想搞一个更正规一点的俱乐部。我觉得你很有才华。我知道啊，就是有点懦弱。你所谓的不婚，不就是懦弱的体现吗？因为害怕受到伤害，所以提前拒绝。我呢是带着结婚的限制去跟秀雅交往的，而你呢是带着不婚的限制去跟秀雅谈恋爱的，本质上来说没有任何的区别。可我觉得秀雅应该不需要这样。如果路都被铺好了，跟着走一走有什么意思？人生嘛，就应该像茫茫大草原一样，想走的时候就走，想停的时候就停下来。你说这些话，我都跟秀雅说过了。哦，其实我是想问你啊，我觉得棒喝的舞台需要你，我想把你签了。帮我擦车。为什么？俩人快啊。有道理啊。那你为什么不送洗车店去？没钱。别废话了，擦完还得给秀雅他妈送。那你来不来啊？什么来不来啊？说的棒喝像你家似的。我现在是棒喝的老板之一，棒喝当然是我家了。那你也是个后爹。那你也不是亲爹啊，大勇才亲爹呢。什么爹不爹？爹味儿真重。这不你先提的吗？对了，有件事我要通知你一下，我要重新追秀雅。巧了，我也是。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几号庄？5号走。喂，哦，你们到了，马上，我什么都到了。哦，好。
酒来日开大吉，开大吉，恭喜发财！哎呦，都来了，瘦了，滚滚啦！是我们俩刚才说呢，这太破费了，有点。这场面必须得有啊，是不是？太有了，哎，张岩给我们拍张照。好，来，拍照，来，这门口把这名儿带上，对，把名儿带上，到时候宣传一下我们的酒吧。那必须的，一人发一个朋友圈啊！来，构图啊，构图。林旭，你往里面站一点，对，来，3、2、1，好，拉个腿啊，3、2、1，哎呦，这原相机都这么好看啊！3、2、1，好，3、2，嗨，好了，看你拍的怎么样？记得发朋友圈啊！怎么样？来，有谁不满意吗？是不是？可以。来，大家里面请坐吧。哪个颜色？我还没照呢。来了。不是没有我呀，这合照。去里面拍。专门为大家准备的雅座，谢谢。想喝什么呀？想吃什么？全记你账上啊！对，全记我账上，知道了。坐，小静坐好，来，请坐。小静，往里坐。小兰点单。那个今天所有的账啊，都可以算在我身上。好嘞。但是，希望大家走的时候一人搬张卡。对，我们有月卡、季度卡，还有年卡。最好办年卡。哦，要不然咱们还是点杯。酒单先看上，有需要再叫我哈。好嘞，谢谢。对。呀，准备好了吗？哎呀，他俩这样看着还挺配的哈。啊，不乐意了，不乐意就公平竞争喽，晚了可就没了。大家好，我是石野。咱们是这口出还是下口出呀？啊？你提什么呀？我还没定呢。我可提醒你啊，这条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行，那你就一直往前开吧。就往前开，咱们走到哪儿算哪儿。好嘞。怎么样？今天营业额达标了吗？完美达标。按照现在这个水平啊，1年回本，2年包赚，太好了。你来看，还算个美女。什么？但凡把这个东西穿的稍微短一点啊，再化点美妆，打扮的漂漂亮亮的，那自然眼球就被吸引过去了，是吧？那我们这糙老爷们怎么跟人家比呀？那还是脱口秀吗？那不是。所以吴秀雅能取得今天这个成绩，性别因素绝对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哼，不是，他这说的什么玩意儿？什么屁话？那按照他这个逻辑啊，脱口秀就只能男生说啦，啊，女生说就是性别加持。秀雅，你别听他说的啊。这孙子在这用盘外招呢，别被他话影响。嗯。秀雅也不知道今天状态怎么样。不重要了。他都已经走到这儿了，不需要再证明他自己，享受舞台就好。Ladies and 乡亲们，欢迎大家来到第1届全国脱口秀大赛总决赛的现场，欢迎你们！又见面了，还记不记得我？当然，我是来做节目嘉宾的，我没有投票权，你放心，不会影响你的比赛成绩。我是因为你才关注脱口秀的，这个节目呢，我从初赛就开始看了，你的表现令我惊喜，你可比我想象的要有趣得多。
被自己的偶像夸我有趣，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尴尬了。我找你呢，其实是想向你发出一份 offer。我在年底要参加一档喜剧类的节目，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团队？你不用着急回答我，等你比赛结束了，想清楚了再联系我。这是我的电话，加油啊！谢谢。好。秀雅，你就算是穿着最普通的 T 恤牛仔裤素颜上台，就算脸上涂黑，你也肯定比他厉害。你当他放屁就行了。谢谢。谁说女的说脱口秀就不能漂漂亮亮的呀？我说脱口秀是为了做自己，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我就是要打扮的漂漂亮亮的，用他最害怕的样子打败他。决赛第一个登场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的第一位选手就有这样的能力，把冷场变成热场。让我们欢迎备受期待的脱口秀演员吴秀雅。大家好，我是吴秀雅。Lighten up, take me on your magic river. Tell me all your dreams align. Sign me up and tell me about the people that you know who are trying to feel alive. Life can get hard, so honey, if you need to cry, just come share my pillow and rain, rain, go away. I wanna hear about everything you're ever thinking. You know that I can take the truth. Call me out if you think I'm never slipping. Maybe I can turn it around. Oh yeah. Baby, if you want us, you know time is on our side. If things are gonna haunt us, we'll just have to put aside. And I'm right here if you just need to cry. Come love, share my pillow and rain, rain, go away. Been some time since you fixed me. I'll never